穿越异世界，只有我能刷的迷宫。这个异世界充满了迷宫，大部分迷宫因为藏得比较深，很多人都进不来。而我们的男主诺尔是一个倒霉蛋，他出生在一个准男爵家庭，连男爵的地位都没达到，判定为暴发户。在贵族学院毕业后，没有继续升学，还是决定去图书馆工作。结果被父亲告知，因为子爵公子插手，诺尔没法去那边工作了。在这个社会，下层的贵族是无法违背上层的，父亲非常的愧疚。妹妹听说后更是表示要告对方，但大家都知道低阶层的人是很难打赢贵族的。妹妹便问诺尔要不要去考英雄学院，从那里毕业的人可以成为勇者、魔法师等职业，以后就再也不用愁找工作了。不过诺尔觉得自己考不上，妹妹表示先试试，考不上自己养哥哥一辈子。之后诺尔又去见了青梅艾玛，原来艾玛也在图书馆工作。很好，我知道子爵为什么不让诺尔去了。艾玛得知诺尔去不了图书馆，非常失落，说自己本来想告诉他一个好消息，和诺尔的技能大贤者有关。他的这个技能能告诉他这个世界未知的事情，非常的稀有。所以大哥，你拿着这个技能怎么混成这样的？原来一开始家里人知道他这个技能也很开心，但是诺尔一用技能就头痛欲裂，属于是天降外挂，直接封号。但据说接吻可以缓解头疼，于是艾玛主动邀请他尝试一下，诺尔倒也是没有拒绝。艾玛还特意选了一个风景好的地方，不是吧，这就白给了。然而接吻后竟然真的避免了头疼。诺尔从大贤手那里得知，除去考英雄学院，他还可以去探索隐藏地下迷宫，甚至还把最近的隐藏迷宫方向指了出来。于是诺尔借着父亲的武器杀到了迷宫，大贤者甚至连迷宫咒语都说了。然而推门第一个房间竟然就是一个蓝发美少女。南云是，小伙子有点意识哈。诺尔感知少女的头，感知对方叫奥利薇，据说是一名超一流冒险家，不小心闯入这个迷宫，本来轻松打退了怪物，不料触发了陷阱，然后被困在这里200年。因为陷阱的特殊性，一旦解除，奥利薇很有可能瞬间去世，所以他在等一个陪自己聊天的人。听说诺尔经历的事情后，考虑对方想要变强，奥利薇也被困在这里多年，于是他决定把自己的绝世武功传授给诺尔。还是不够起点，这个时候不应该直接夺舍吗？奥利薇通过额头对接将技能赠予诺尔，并表示自己终于可以安心离世了，并且还占了诺尔一个师傅的位置。他的技能是 Java， 主打的就是一个创造、赋予、编辑，熟练应用可以创造出东西并赋予他人，甚至还可以通过编辑消除他人技能。但是每次发动技能都会损耗生命力，越是强大，损耗的生命力也就越强。所以通过 IP 转化补充生命力，也就是说它需要补魔。对，没错，就是你们想的那个补魔，一旦蓝条降低，它就会嘎。之后诺尔尝试了技能，他550的蓝条下滑，不过这个技能确实好用。随后诺尔就离开了迷宫，然后去见了艾玛。艾玛今天穿得非常的清凉，诺尔只要和他拥抱就能大幅度回蓝。大哥，你都拿着补魔的设定啦，你就单纯的只抱一抱吗？原来在几个小时前，诺尔还问奥利薇自己可不可以去参加英雄学校的考试，想创造能够参加考试的技能。奥利薇表示要考试那肯定得作弊啊，被吐槽简直是个人渣。奥利薇说的太老实了，所以工作才会被人抢走。不过他有技能推荐诺尔创造，但需要消耗300的生命力，可以获得鉴定技能，有了它考试简直小菜一碟，所以诺尔才来找艾玛贴贴。消耗点数，诺尔获得了鉴定，随后就准备去参加英雄学院考试。结果现场才知道还需要组队，3个人一队，他根本找不到队友，但贵族们都拒绝了他。没想到这个时候艾玛找了过来，原来他也辞职想陪诺尔一起考试。这个时候一个黑发少女走了过来，对方也是一名贵族，对诺尔还不是男爵身份十分看不上，还让他等会儿考试不要拖累自己。而考试的内容是在明天16点之前收集魔物的素材，而且不分任何收集来源，也就是说这些人甚至可以在市场上买到，这相当于有钱人直接砸钱就能进来。艾玛表示如果是需要狩猎素材的话自己可以帮忙，但诺尔就说不用，因为隐藏迷宫里有很多稀有魔物。他一边打一边闯到了第3层，在那里见到了死神角色，对方等级99级，他才23级，相当于被碰到就会卡。但诺尔损耗了300多生命值，硬是拖住了死神的脚步，并且把所有力量蓄积在碎石上，一击贯穿了死神的腹部。
别人碰都没碰他一下，他就给秒了。不但如此，还怒升10级，哥们儿开挂是吧？之后考试审核，所有名次都叫到了，前3名的报出了2个，还没等叫到诺尔小队，队友以为他们落选了。而诺尔记得他拿着死神的头颅去问了奥利维，奥利维说拿这个去参加完全没问题，但始终没念到名字。诺尔有点不自信，没想到第1名出来的就是他们小队，而且足足12万分的积分，甩了第2名好几条街。据说他们素材中有一个超级凶恶的恶魔头盖骨，而且是历代考核中最高分数。诺尔心想，这哪里杂鱼了？奥利维这不是骗他吗？奥利维表示，这个小坏对他来说确实是杂鱼，但学生可能就比较难了。不过无所谓了，反正已经通关了。然而考试考上了，可报名费还需要30万积分呢。虽然考上了英雄学校，可30万的学费暂时交不上。因为不引起注意，诺尔将打败恶魔的人推给了同队的队友，并表示作为贵族的他来打败恶魔，对方会更加相信。队友犹豫了一下，答应了下来。为了挣学费，诺尔前往工会注册了身份，并且结识了工会的前台小姐姐罗拉。诺尔填写了自己的技能，却被罗拉怀疑是在开玩笑，因为创造赋予编辑，这曾是奥丁公会著名的勇者奥利威的技能。听诺尔脱口而出师傅这么强，罗拉表示有不少人冒充奥利威的徒弟，不过他们可以通过鉴定，只要诺尔碰到书就会浮现出技能。如果他确认是奥利威的徒弟，他可以掀起裙子道歉。没想到诺尔竟然真的有那3个技能，罗拉直接白给，帮诺尔加了300的生命值。听说诺尔想在1周内赚够30万金币，于是掏出了捉蚂蚱的任务，上面标写了栖息地在哪里，但是是个极其罕见的稀有昆虫，而且最低等级是 B 级。诺尔可以接，是因为根本没人找得到他。罗拉提醒诺尔别忘了他的创造技能，还表示能干的男人一定会受到优待。之后诺尔前往郊外，决定使用大贤者寻找昆虫，但是不接吻的话就会头疼。他想了想，不能老去麻烦艾玛呀，所以他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头疼耐力。使用后成功找到了昆虫，不过依旧还是头疼。而这个时候艾玛杀了过来，表示你小时候说过我们要异心同体的，所以我也要跟你一起去找昆虫。结果听说诺尔已经找到了，艾玛眼含热泪，那岂不是不能亲了？诺尔只好表示自己还是头疼，于是在艾玛期待的目光下亲了下去。懂了，这部番是不需要带脑子的，大家呢可以把脑子先寄存在我这里了。诺尔拿了25万金币，并且获得了罗拉的示好以及一份新的任务。艾玛发现后立刻表示自己也要成为冒险者和诺尔组队。奇怪的修罗场直接就出现了，周围人直接开始看热闹。好在诺尔一派海王作风，成功劝下2人放弃战斗。罗拉还表示要约诺尔去吃饭，但艾玛告诉他女人很恐怖的，约你吃饭说不定把你骗进房间，然后把你解剖了，小心异世界仙人跳啊。而诺尔要讨伐的怪物是巨兔，不过他们先遇上了哥布林。诺尔使用了猴子偷桃，成功击杀了同性哥布林。另一边，艾玛单挑哥布林却被巨兔袭击。艾玛看到巨兔后，让诺尔不要插手，他怕诺尔表现得太优秀，又被罗拉给盯上，而且自己也有一定的把握。冲上去之后，靠着敏捷的速度占据了优势，在兔子身上打出了不少伤害，但因为落地被冲击波击飞，踩到了缝隙摔了下去。诺尔立刻用石头撞飞巨兔，带着罗拉先后撤了，不知道兔子会不会追过来。艾玛大受打击，觉得自己太弱了。诺尔为了让他振作起来，本来想赋予他技能，然后发现赋予实在太贵了，所以他准备编辑艾玛现有的技能，但是生命值还是不够。但艾玛听说他能够变强打败巨兔，什么都愿意做。于是诺尔问他可不可以摇摇耳朵，艾玛羞涩地答应了。一番亲热，诺尔交了600的生命，巨兔也追了过来。诺尔用石墙挡住了兔子，同时编辑艾玛现有的能力。于是艾玛一跃而起斩杀了兔子，同时也露出了裙下的风光。扭扭捏捏的表示这一次让你看个够吧。之后罗拉听说艾玛一个人杀了兔子，很是佩服。而艾玛也是因为这次任务重拾信心，对罗拉的态度好了许多。诺尔将猎杀的巨兔用创作的空间带了回来，据说这个兔子的肉质特别好，就请工会的大家一起吃了。
诺尔还被头喂了兔子肉，瞬间恢复了生命值。那既然这个也能恢复，为啥非得亲亲呢？你根本不懂 CP 大主角的魅力。之后，诺尔拿了金币，成功凑齐了入学费。吃了烤肉的冒险者们也纷纷给他打气。诺尔很高兴，他知道自己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托师傅的福。奥利维，那你他喵的倒是过来呀！诺尔和艾玛交完了入学报名费，然后见到了公爵的千金玛利亚。诺尔有些好奇，这位最高的贵族身份少女是怎样的人？结果刚用了鉴定眼，就发现玛利亚被诅咒了，16岁就会立刻死亡。诺尔每天早上有妹妹亲自叫醒，到了学校，艾玛会找他 kiss， 因为他知道可以攒生命力。靠，嫉妒使我面目扭曲。两个人都是 S 班的学生，虽然有班级的徽章佩戴，但诺尔还是高估了人性。这里的贵族阶级分层更严重，看到他是下层贵族，便直接挤开了他，冲过来对艾玛示好。之前同队的队友也让诺尔不要和他搭话。准男爵是唯一一个平民为国家做出贡献后可以晋升的阶级，但大部分贵族都不愿意和他们搭话。倒是有人主动自我介绍，一看到他阶级的徽章后就立刻掉头了。而诺尔本来想出去透透气，公爵千金玛利亚刚好进入教室，看到路过的诺尔，竟主动和他打声招呼。不但如此，他还认识艾玛，众人顿时就惊讶了。诺尔和艾玛对视，他们不记得和玛利亚沟通过。此时眼镜男还想上来搭话，但直接被诺尔给无视了。诺尔他们班的老师曾经是一名佣兵，他待人非常的严苛，而且是一个战斗狂女人。他表示外面的世界非常危险，主要教大家如何利用近身战斗，于是把诺尔抓出来对战，让诺尔不留余地的砍自己。诺尔心想，怎么会有人这么自信？鉴定一开，等级230多级。好了，确实很强，要知道他也才35级啊，根本就没有放水的余地。诺尔的攻击果然没有成功，老师用了后移技能，并表示诺尔他们要是学会了的话，老师可以给他一些特殊的奖励。班上的男生们顿时就兴奋起来了，让诺尔赶紧输掉，由他们来上。没想到诺尔强化的技能直接躲开，就连老师都没有料到，而他所谓的奖励竟然就是坐在诺尔肚子上给他拉韧带。男生们露出了羡慕的表情，诺尔差点一口气没提上来。不过话虽如此，他还是增加了不少的 LP。而之后老师要求他们训练2人组队对战。本来艾玛想和诺尔一起，但是老师怀疑他们俩是恋人，会互相顾忌，所以拒绝了。然后也把玛利亚和她的护卫妹子给拆开了。于是另一个大贵族的男同学找到玛利亚要求组队，因为他们的身份是相对的。但是玛利亚直接拒绝了，她表示自己投身在贵族家只是运气好，为此她必须要更加努力才对得起这个爵位。所以他非常尊重准男爵诺尔，因为他们明明是平民，却赌上性命效忠国家，这才换来了爵位。所以他更想和诺尔一同切磋。诺尔很高兴地答应了。没想到玛利亚被握住手，突然脸红。女生们觉得两个人的氛围很暧昧，而两个人互相练棋，先练习摔倒。诺尔是被摔的，一看这个技能升级需要30点，他悲从中来，难道是自己人生一直在跌倒，所以才这么便宜吗？升级了技能，诺尔立刻配合摔倒，可是没想到这个时候玛利亚却使用了洗面奶技能，护卫少女立刻就冲了上来。此时玛利亚只觉得胸口非常难受，诺尔猜测可能是诅咒爆发了，这个诅咒每隔1周就会突发虚弱，一直持续16周，直到玛利亚16岁便会立刻死亡。想要消除的话必须要8000点，诺尔的生命力根本就不够，于是他选择去问大贤者。大贤者表示，现在获得 LP 最好的办法就是妹子们排成一排让他们握，能够凑够2000。使用技能，诺尔头疼欲裂，下意识地抱住艾玛啃了一口，头虽然不疼了，其他妹子面红耳赤，老师更是生气，现在可是上课时间。最终诺尔被罚跑15圈，而诺尔因为自己无法凑够生命值，于是决定去找罗拉商量，问问他了解诅咒和技能吗？没想到罗拉还真有办法。他表示自己有一个朋友叫露娜，本质是圣女，或许对方能够解除诅咒，但需要他出面帮忙的人实在太多了，预约已经排到了3个月后，而且他很少接诅咒类的任务，似乎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因为玛利亚当众帮助过自己，所以诺尔也决定去找露娜帮忙。就连罗拉都不知道露娜不接破解诅咒的原因。他去见露娜的时候，发现对方十分疲惫，犹豫了一下，还是说出了委托。
而诺尔在见到露娜之前，先见了奥利维。奥利维听说了诅咒，怀疑和玛利亚祖上有关，可能是敌人诅咒了他的后代，解除技能至少要10000点左右，还不如去寻找圣女呢。奥利维说，拥有解除诅咒技能的多半是精灵族，他完全可以去找精灵族瑟瑟获得生命值。然后奥利维又教诺尔如何高效的获得生命值。他说了一个幸运色狼的技能，只需要300生命力就可以交换获得。诺尔毫不犹豫地购买了。之后他回到城市，见到艾玛，先是摔倒在艾玛胸口，然后又有风吹起艾玛一行人的裙子。诺尔都震惊了，这个幸运色狼的技能也忒强了吧！奥利维果然厉害，但这样会对日常生活产生影响，所以诺尔稍微进行了一些修改，只是偶尔会触发效果，而且正式场合不会生效。之后诺尔他们见到了露娜，露娜觉得诺尔长得不错，而艾玛发现对方各方面都很优秀，自己除了凶啥也赢不了啊。之后诺尔说了关于玛利亚的情况，而露娜得知后表示她之前诊断过，虽然可以解除技能，但是死亡诅咒无法破除，所以就是她也帮不上忙。玛利亚很有可能撑不过这一周了。露娜因为无法解除诅咒非常的自责，诺尔猜测可能是有隐情，于是主动开了鉴定眼，发现对方确实有消除诅咒的技能，但是根据诅咒的强度，使用者的寿命也会相应减少，相当于克命在解除诅咒。虽然精灵族的生命很长，但也不能这么折腾啊。犹豫了一路，露娜还是打算去帮玛利亚。罗拉和艾玛都有些担心，诺尔主动站出来表示想和露娜谈谈。露娜知道诺尔已经明白了他的技能，可是身为圣女，她不能看着一条生命在眼前消失。她的母亲也是这样牺牲的，虽然很悲痛，但她就为这样的母亲而自豪。而继承母亲血脉的她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此时城镇中突然发生了坍塌，有小孩被压在废墟里受伤了，艾玛把人救了出来。露娜想了想，使用了自己的治疗技能。虽然放技能的时候非常勇敢，但放完技能之后又特别恐惧，毕竟面对死亡她还是会害怕的。诺尔使用了鉴定后发现，这是露娜的另一个技能，一旦魔力衰弱或遭到激烈攻击时会容易变得懦弱。罗拉早就习惯了好友的性格变化，反倒是露娜非常的羞涩。不过冷静下来后，他决定去玛利亚那里。诺尔表示还是另想办法吧，毕竟露娜现在已经害怕的颤抖了。他对罗拉坦白了，自己如果救了玛利亚可能会死，所以他的内心非常的恐惧，觉得对不起圣女这个职业。但是罗拉特别生气，他从来没有跟自己说过这件事，明明两个人都是挚友，他一点都不想看罗拉受伤。之后两人和好，诺尔觉得他们的友情十分令人感动，然后表示自己想出了一个能让所有人大团圆的结局。他刚才尝试修改露娜的技能，发现删除损耗生命值的技能点太高了，但是可以更改为消除现金，所以只要破财就可以消灾。众人顿时露出了笑容。不过诺尔羞涩地表示，想要使用技能还得增加 IP， 靠吃饭、金钱或者是和美女共处，一切都是要付出代价的。诺尔好奇有什么能够迅速让露娜赚到钱，而自己可以增高 LP 的办法。罗拉表示有一个贵族确实会举行那样的活动，如果来得及的话能够凑够点数，而那个活动叫做女朋友炫耀大会，主办方似乎被女友背叛过，而来看节目的人也有这样的经历，或者是压根儿就没有对象。换句话说，狗线冲上去挨骂吧。玛利亚的情况非常不妙，护卫只希望有人能来救救她。诺尔他们躲在后台看了一眼，会有男的带后宫上台，然而观众们虽然有对象，但是会非常辛辣的批评，表示这么丑，幸好没有交到对象呢。诺尔他们在后台看得冷汗直流，尤其是评分一人1000分，这3人加起来只有61分。之后的其他队伍被狠骂了一顿，观众们可谓是言辞犀利。没想到在诺尔他们登场之前的一支队伍正好是罗拉他们的敌对工会的成员，来的3人都是大美女。不过现场观众一片沉默，破防了，最后还是打出了2700分的高分，看来美女还是能够震撼他们的，所以对最后一组要求格外的高。此时这些人都露出了杀心。诺尔看出艾玛很紧张，所以主动安慰她。于是3人鼓起勇气登台，成功拿捏了现场观众们的心情，一下就拿到了2925分，号称是历史以来最高分。然而事情到这里还并没有结束，因为他们还要回答3个问题，他们获得了30秒的讨论时间。
艾玛他们想看看诺尔的反应，于是特意没告诉诺尔怎么做。第一个问题是，如果对象晚上冷的话该怎么做？三个人立刻冲到诺尔身边和他贴贴，众人看得眼睛都红了，羡慕得快破防。下一题，对象感冒了怎么办？还给他一个面包作为道具。只见诺尔被三人围着照顾，还有吹面包的动作，众人流下了羡慕的泪水，一看就是在家里也这么喂过的。主办方的面具已经接近裂开了。最后一题就是证明他们是最棒的对象，然后三个人一起亲了诺尔一口，现场众人眼睛都流出了汗水。他们怀念起了自己美好的过去，然后丢出金币让诺尔他们赶紧爬。最后他们获得了100万的金币，而且还有炫耀后的满足感，成功拿到了4500的生命值。而露娜的情况也非常的危险，医生判定已经无力回天了。护卫少女躲在门口嚎啕大哭。诺尔他们已经赶到了现场，并表示玛利亚还有救，争取让她看到16岁的生日。此时玛利亚奄奄一息，她知道自己活不过16岁，因为她的先祖被诅咒师给诅咒了。这个诅咒并会对所有子孙都生效，偏偏玛利亚是那个最倒霉的。起初她以为是神明厌恶了自己，但无论如何都改变不了命运，所以她决定迎接自己最后的人生，然后进入英雄学校，在那里遇见了诺尔。诺尔带着露娜过来说明了实情，并表示现在露娜可以解除诅咒，但需要破财消灾。不过那笔钱他们已经凑够了，但护卫却知道诺尔一定有特殊的技能，因为玛利亚从入学就开始这么说。原来就在他们参加学院考核的时候，玛利亚就已经注意到诺尔，早就发现那头恶魔应该是诺尔打败的。玛利亚醒来问诺尔为何要帮助自己，诺尔表示玛利亚在教室对自己没有任何歧视，在战斗的时候也主动地对他发出邀请，只有玛利亚认可了他，他来解除诅咒也是报恩。为了更改技能，他消耗了不少生命力。玛利亚非常感动，听说只要满足食欲、物欲和漂亮妹子贴贴就能获得生命力，所以玛利亚毫不犹豫地亲了上去。在场众人都愣住了，就连玛利亚的父母也惊讶了。随后露娜给玛利亚释放了技能，成功解除了她身上的诅咒，大家顿时感动得落泪了，就连玛利亚也非常感激。露娜说她完成了自己的夙愿，玛利亚更是告诉诺尔，这份恩情她会铭记一生，用余下的人生来偿还诺尔。罗拉和艾玛就知道玛利亚肯定也会迷上他了。不但如此，露娜也表示对诺尔有好感。艾玛觉得诺尔可真是个花心大萝卜。之后奥利维听说了全程，让诺尔也啃他一口。诺尔比较羞涩，最后只亲了额头。拯救了玛利亚后，公爵为了表示感谢，给他们发了1亿的金币做奖励，100万换1个亿，血赚不亏呀。露娜准备拿钱去维修诊所，艾玛告诉诺尔可以开一个贩卖素材的店，三个人都嚷嚷着要帮诺尔。诺尔赶紧提着钱跑路了。回去后和家人商量，让父亲去申请店铺和地址，决定要开一家素材贩卖店，商品他可以自己去狩猎。开版决定后，诺尔开始继续攻略地图，奥利维还故意装死吓他。得知诺尔的来意后，奥利维表示可以创造一个迷宫移动技能，不过每次使用技能后要冷却1个小时。诺尔非常听话的创造了，之后还创造了一个闪光的技能。诺尔一连通过了前面4层，来到了第5层。察觉前方有气息，看到地上有2个怪物双方去世，一开始还以为是互相残杀，但很快他看到了一个黑色的狮子，这狮子居然能力值全部隐藏了。诺尔本打算放闪光后就直接撤退，没想到狮子突然说话了，而且他头上还长了一朵郁金花。狮子表示他想去6层找一个人，诺尔犹豫了，上了他的贼船。狮子表示他想在第6层找他的朋友，原来他的朋友当初一个人闯了6层，他一直在5层等待，但对方始终没出来，一直等了350年左右。精灵的寿命比较长，有500年，而他之所以没进去，是因为和好友的约定，所以拜托诺尔进入第6层帮他找人。诺尔抵达第6层，发现有个人影，仔细一看，原来是长得和人很像的丧尸。就算把那些怪物都给切碎了，那些残肢也会来追诺尔。诺尔躲进了门里，从另一个房间穿了出去，然后看到了一个精灵僵尸。鉴定了技能和耳朵之后，诺尔猜测这人可能就是狮子的朋友，只是受了僵尸病毒的同化，所以诺尔使用了消除僵尸病毒的力量，成功将精灵恢复了过来。
并且表明了自己的来意。精灵得知狮子的事情十分感动，没想到对方为了等一个约定等了300年。当年他们只是素不相识，狮子就出手帮忙了，所以精灵提出和他做朋友。这也是狮子遇到的第一个表达善意的人，而精灵是为了来这里寻找赠予恋人的礼物。他觉得自己落到这般下场，实在不配去见狮子，但也不能一直让对方等待，所以他和诺尔一起回来了。狮子一点都不生气，听他说不打算攻略迷宫，觉得这样也好。精灵表示他准备回故乡去见见恋人，对方或许还在等他，即使对方没有等待，他也要做个告别。但是他的故乡不允许别的种族进入，所以他只能在这里和狮子分别。对于自己害得狮子浪费了350年的生命，精灵也非常的愧疚。狮子告诉他没关系，他是自愿等待的，他也理解他想见到恋人的心情。之后诺尔顺利来到了迷宫之外，而精灵和狮子则从迷宫内部走了出来。精灵约好以后要报答诺尔，狮子便和他说了分别的话。狮子表示自己将来不知道该怎么做，他回了迷宫的第5层。诺尔担心他会想不开，悄悄地溜过去，结果发现狮子在猛然落泪。诺尔表示他很理解狮子的想法，于是他提出想和狮子交朋友。比起在冰冷的迷宫内部，肯定是毛茸茸的地毯更舒服。狮子非常高兴地答应了下来，于是决定和诺尔一起回去。父亲虽然惊讶，但还是收留了狮子，因为狮子表示他可以帮忙看门。之后母亲也做了很多食物。艾玛把诺尔接去了学校，玛利亚非常高兴地和他打招呼，并表示马上就要考试了。此时老师也告诉众人，这是入学的第1场考试，要在2周内交出指定的魔物素材，这些素材会变成积分点，当然是自己打还是购买他们都不会过问。如果考试不到1万积分，暑假就要天天来补习。艾玛想和诺尔一起去狩猎龙，于是2人决定去找罗拉先问问。结果一到公会就发现罗拉在和别人吵架，原来他们公会的同行妹子抢走了罗拉负责的冒险者。公会的前台小姐姐会根据手下冒险者完成任务而获得更高的薪水，选择哪个前台是冒险者的自由，并且也可以随意更换。不抢别人的冒险者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但这家伙竟然通过色诱骗走了他负责的冒险者。偏偏罗拉还没有证据，于是那个妹子提出赌约，靠接下来的活动比赛，如果罗拉输给他的话，就要把诺尔让给他。诺尔盯了一下这位前台，发现他的技能全是和那方面有关，也难怪有那么多冒险者拜倒在他裙下呢。妹子离开后冷笑一声，那些人早就被他搅搅好了，怎么可能会爆料证据？诺尔一想，反正他们也要去寻找素材参加考试，所以表示这一次一定会帮罗拉。露娜也说想加入诺尔的小队，原来他本来就是一个冒险者，只是因为懦弱的技能一直不好发挥，但是他比较相信诺尔的实力。最重要的是，他们不能让诺尔被那人抢走，于是他们开始接连完成罗拉的任务，同时也收集了考试的素材，准备一举讨伐龙。听说附近确实有一条龙，但对方非常厌恶人类，一来就会攻击，所以诺尔决定设置陷阱。他们用公爵给的钱买了一些道具，然后又通过贴贴补充了生命力。诺尔替他们3个都增加了屠龙者的技能，在狮子的帮助下赶走了龙的位置，靠着大贤者找了方向，然后又和艾玛贴贴了一口，开始在现场布置陷阱。诺尔过去引诱龙出现，本来想砸尾巴，没想到砸中了脑袋。不过不妨事，看龙醒了之后，他拔腿就跑。那个龙发现攻击不到诺尔，就一路的追着他打，结果一脚踩进了陷阱里。埋伏的露娜和艾玛看见后立刻冲了上来，3人一拥而上。诺尔被碎石攻击伤了额头，露娜和艾玛击败了红龙，立刻冲过来治疗诺尔。他们拿下红龙之后，成功拿到了考试的最高分，并且剩下的素材交给了罗拉。终于到了罗拉比赛的那一天，一头红龙已经足够拉高罗拉的所有分数了，但是没想到那个妹子比罗拉更红，调教好的冒险者为了她连命都不要了。这个时候，罗拉把诺尔拽进了房间，拉着他就是一顿贴贴，并且还给了诺尔抚摸券。于是诺尔决定前往迷宫的第7层寻找新素材。奥利维听说这件事情的经过后，告诉诺尔第7层有很多稀有宝物，但奖励越高，敌人就越棘手，所以诺尔得变得更强才行。奥利维给他推荐了3种属性的魔法技能，首先是净化僵尸的技能，然后是水系，可以攻击也可以当做纯净水饮用，最后就是雷电系魔法。诺尔参加后就学了一个魔法融合的技能，
可以将此前所有的技能融合下来。男子来到第6层，直接开了爆杀模式，然而进入第7层就发现那里充满阳光，甚至内部是一片森林，而后方还坐着一位精灵少女。诺尔来到第7层，先是遇到了高等级的白狼群，他知道打不赢便率先撤退，没想到却被精灵少女小绿叫住了。这个精灵少女长得和小时候的艾玛几乎一模一样，那个时候诺尔还送给她一个头饰，此时诺尔怀疑眼前的精灵可能是陷阱，鉴定过后发现对方是真实存在的。小绿表示她很看好诺尔的实力，想拜托他帮个忙，并表示如果诺尔不管的话，自己可能会没命。诺尔犹豫了一下，问他究竟是个什么情况。小绿表示他其实是这片森林里的大树化身，他可以通过树木的延伸感知到整个森林的事情。他说自己的本体被魔物吸食了魔力，偏偏他因为扎根于此地而无法离开，想拜托诺尔击败魔物救救他。为此他可以告诉诺尔这层的2个宝箱的位置，以及通向第8层的通道。诺尔想起罗拉，他确实需要稀有奖励，但他也得了解一下魔物是个什么情况。2人来到了小绿的本体，发现那个魔物是一只黄色蜜蜂，等级竟然有256级，明显是变异种，对方能轻松把它捏死，是他等级的4倍之高。小绿得知后非常愧疚，就在小绿的本体已经有些干涸了的时候，他忍着恐惧告诉诺尔通往第8层的道路。诺尔看出他其实很害怕，加上小绿长得很像艾玛小时候，最终诺尔无法坐视不理，他决定去寻找奥利薇问问情况。就连奥利薇听说后都劝诺尔绕开这个黄金蜂，毕竟现在他的等级差距太大了。诺尔说他没办法坐视不管。奥利薇怀疑他是被小绿给迷了眼，但诺尔只是觉得良心不安罢了。最重要的是小绿和艾玛小时候太像了，如果见死不救，他实在做不到。奥利薇没办法，只好告诉他这样的办法，但要求诺尔绝对不准死。通过奥利薇的指挥，诺尔找到了黄金蜂的巢穴，然后对着黄金蜂就上了挑衅 buff， 所有魔物都会下意识地对黄金蜂带上仇恨。诺尔让小绿躲好，随后自己出去招惹白狼，没想到白狼跑得特别快，诺尔成功把白狼引到了关键位置，拔腿就跑，却发现小绿已经奄奄一息。他一怒之下主动对黄金蜂发动攻击，结果对方速度飞快地躲开了，很快白狼也追了过来。诺尔一看自己被包围了，立刻篡改了黄金蜂的 buff， 让白狼他们判定对方为天敌，所以白狼立刻就扑了过去。这也是奥利薇出的主意。看两边打得不可开交，诺尔把小绿放到了安全地方。等白狼群将黄金蜂打成重伤的时候，诺尔冲过去收了人头。因为黄金蜂的消失，小绿也彻底恢复了。按照约定，将2个宝箱替诺尔取了出来。诺尔鉴定了2个道具，一个是有风属性的珠子，另一个是高达3A 级的装备。诺尔感觉这一波简直血赚。小绿又带着他去了第8层的迷宫，他有些舍不得诺尔他离开，于是诺尔和他约好下次还会来，并且还要给小绿带来美食。之后诺尔将装备交给罗拉，于是终于到了考核的那天。这次会按照玩家们的金币来分出最强者。随着现场的冒险者陆续离场，剩下的就只有罗拉和那个妹子的冒险者了。而最后诺尔取得了胜利，妹子们觉得罗拉一定是在作弊。罗拉问他哪里有证据，要求对方不准再引诱他手下的冒险者。没想到妹子反手就给诺尔塞了他家的地址。艾玛获得了诺尔送的风珠，吃下去之后可以获得2个新的技能，并且非常迅速地掌握了。但是他的心情似乎很不好，问诺尔要不要去贵族的宴会。诺尔本来想拒绝，但听说艾玛可能会和别的男生跳舞，还是答应了。艾玛说他这样下去，哪天自己被抢走，诺尔都不会发现。诺尔回到家中，被父亲告知那些人歧视准男爵，因为他们不是真正的贵族，所以不愿意租店给他们。诺尔让他先把这件事放一放，然后自己去买了新的礼服参加宴会，并且在现场见到了艾玛的父母。艾玛的父亲问诺尔知道今天的情况吗？诺尔疑惑，不就是来跳个舞吗？此时他见到了穿上礼服的艾玛，今天的艾玛非常的漂亮，而宴会的主人走了出来，他表示自己最近收到了一封信，寄信人是无人不知的怪盗幻灵。此时诺尔发现艾玛的表情十分恐惧，这人说海盗盯上的是他的宝物人鱼之泪，为了保护这个宝物，他还特意去请了冒险团，队伍中有一个非常漂亮的黄发全尸少女雷拉。关于这个宝物，艾玛似乎非常害怕。此时有贵族来邀请艾玛一起跳舞，艾玛特别干脆地拒绝了。
诺尔却觉得此时的艾玛和他有些距离感。而那个男生得知诺尔是准男爵之后，提出比谁能让艾玛的舞蹈变得更好看，赢家可以获得和艾玛的约会。不是你们都不问一问艾玛的意见吗？诺尔竟然一口就答应了下来。他说自己放不下艾玛和别人交谈。不是大哥，你脑瘫呐！人家艾玛说了只想和你跳舞，结果你还非要答应这奇奇怪怪的土约，现在艾玛还不得和别人一起跳了？那个男人确实有点实力，舞蹈很好。诺尔一看坏事了，有点紧张，然后立刻开了外挂和艾玛一起跳舞，还得靠艾玛来安慰他。之后两人的舞蹈也看呆了众人，大家纷纷表示这两人看起来十分般配。这个男生顿时就觉得输了。然后就在诺尔准备和艾玛 kiss 的时候，现场的灯光突然暗了下来，那个怪盗竟然表示他要偷走人鱼之泪和艾玛。诺尔这才知道艾玛说的是什么意思，原来真的是硬抢啊！哥们儿是不是有点硬核了？怪盗的速度飞快，诺尔刚想抓紧艾玛的手，对方就来到了身边，并且直接把艾玛迷晕带走了。等到灯光一亮，主办方以为宝石被偷了，打开柜子一看，发现还在，没想到身边的保镖就是小偷之一。于是两人带着宝石和艾玛跑了。冒险者团队准备追人，诺尔也追了上去。他拉着罗拉成功追到了带走艾玛的人。女人一见大事不妙，立刻放大，在此询判不是。只见罗拉抬起手臂，这一招80年的功力都打出来了。好，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啊！诺尔发现此人害怕雷系魔法，但对方知道他攻击范围只有3米，所以立刻跳出了3米之外。大姐，你的眼睛就是尺吗？距离还能跳得这么精准？而此时诺尔却直接瞄出了火鸟，本来想让罗拉动手，怪盗一看他扔出的水球，立刻冲过去挡住。没想到诺尔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是电，他在水里加了电，所以怪盗直接就中招了。紧接着火鸟也被打散，真的是好燃的战斗啊！诺尔扶起地上的艾玛，因为魔法他还没醒来，雷拉已经把怪盗给绑了起来。这位雷拉是敌对工会的成员，不过他非常欣赏诺尔，提出和他私下交个朋友。结果两人刚握手言和，罗拉的队长回来了。诺尔觉得这个人的气息不对，刚鉴定就发现他果然不是本人。然而他们已经被重力魔法束缚，这家伙竟然还把艾玛给绑了起来，什么虚想行为！诺尔打掉了这家伙的装备，这人果然就是刚才的怪盗男。原来这家伙对艾玛一见钟情，私下调查之后就想把他给抢走。诺尔自然不可能让他抢走自己的青梅竹马，所以顶着重力冲到了艾玛面前。他的声音唤醒了艾玛，所以这个劫匪被艾玛的风刃给抽懵了。诺尔趁着这个机会狠狠地给了他一拳。好，没有10年脑血栓写不出这样的剧情。为了安慰受惊的艾玛，诺尔亲了他一口。主办方因为诺尔找回了宝石，非常感谢他。艾玛的父母也对诺尔充满了好感，而作为谢礼，那位伯爵帮他租下了一间铺子，作为道具贩卖店，租金每个月2万金币，而且店铺还随他们自己装修。万万没想到，这位罗拉竟然转到了诺尔他们班，而且现在就坐在诺尔旁边。他一来就正好赶上学校的传统活动，竟然要去温泉进行合宿训练。不过前往那边训练是走路过去的，艾玛非常期待泡温泉，但男生们就觉得温泉是露天的。艾玛觉得无所谓，因为她相信诺尔一定会保护他们的。其他妹子也露出了期待的目光。诺尔没想到自己一夜之间成为了妇女之友，只觉得身边的同学看他的眼神都不对了。老师也告诉这些男生，在山脉一不小心就可能去世，所以大家最好排列进入山里。但诺尔并不知道队形要怎么做，好在有雇佣兵经验的雷拉帮忙解释。班上的男生们更觉得他才色兼备，恨不得立刻飞到温泉现场。众人一边赶路，诺尔也发现了前方的陷阱，还是同学先提醒他。不过这个时候飞来了一只小妖精，诺尔记得这个种族特别会说谎，于是下意识地使用了鉴定，发现小妖精身上自带魔物操控技能，但可爱的外表很快吸引了其他人，大家都觉得她单纯无害。诺尔瞄了一眼旁边的老师，老师明显发现了不对劲，所以不打算说。诺尔想了想，也决定干脆让大家练练手，于是跟着小妖去了洞窟，因为对方表示可以带他们去温泉。不过一进洞窟，诺尔就拔出了武器。小妖精表示前方没有魔物，有的话对方会先攻击他，但诺尔直接挑明了他拥有魔物操控技能。
所以小妖精带着蜥蜴人冲了上来。然而这群家伙低估了学生们想去温泉的心，暴怒的同班同学将蜥蜴人暴打了一顿。小妖精本来想骂诺尔一句跑路，然而诺尔给他体重增加，小妖精直接被自己给摔晕了。老师本来想提醒大家不要被外表可爱的魔物骗了，结果大家眼里只有温泉。到了现场后才知道，男生和女生泡温泉的时间是分开的。这些男生已经开始知道装乖了。等女生们一进温泉，他就立刻表示要去看的，跟我一起走，甚至连偷窥的黑头套都做好了，还给诺尔也塞了一份，试图逼良为娼。诺尔想起了艾玛他们期待的目光，只能含泪将头套给扔掉。众人大怒，有叛徒，绞杀他！诺尔被一路追着到处乱窜，然而温泉外面早就有老师在阻拦。这群人撞在了墙壁上，老师还以为诺尔是那个带头的。诺尔解释他只是过来阻止的，然而这群人已经听不进去了，继续往温泉方向冲。诺尔和老师在后方制止了他们，然而带头的那个男生却站了起来，并且和老师打成了不相上下的伤害。诺尔一把接住老师，还不小心碰到了一些地方。原来这个男生为了这一天早就做好了准备，他倾家荡产买了升级药水和装备。老师无语了，就为这种事情这么拼命？没想到那家伙却表示这才不是区区一件事儿。就在他们最开心的时候，他还蛊惑诺尔和他一起去。诺尔表示他能理解对方的心情，但是不能以男人的身份去伤害他人，你这样容易遭天谴啊。气不过的男生立刻扑向了诺尔，然而诺尔已经赌上了信念，他和这家伙立刻打了起来，并且抓住机会施加了力量衰弱的 buff， 成功将这个家伙打倒了。没想到地上已经埋伏已久的飞毛腿爬了起来，他表示自己会看完后写一份报告，然后立刻冲了过去。诺尔为了阻拦他，使用了大量的生命值，结果对方还是跑得飞快。这种执念真是令人害怕。诺尔为了抓住这家伙，和他一起摔进了浴池，赶紧闭上眼睛让大家快跑。没想到一睁眼发现所有的妹子都穿好了衣服，原来老师早就通知了让他们先待命。诺尔这才松了一口气。诺尔的素材小店终于开上了，露娜和罗拉也过来帮忙了。艾玛发现店里还有一个主打的产品，像是黄色的果酱。诺尔表示店内主要卖这个素材，他没敢告诉众人这是迷宫里的黄金史莱姆，因为尝了一口发现味道还不错就拿了过来。店铺的名字也是一家人商量出来的。店铺一开业就赢了不少的客人，父亲非常感动诺尔能有这样的成绩。诺尔也没想到一开始被抢走工作的自己能走到这一步，他觉得能有这样的成果都是因为奥利薇，所以他特意去见了一趟奥利薇，表示想把奥利薇从枷锁中解脱，希望他能得到真正的解放。奥利薇很高兴，但希望诺尔不要太勉强。而诺尔特意问了大贤者，大贤者表示在不伤害奥利薇的情况下，恢复奥利薇自由的办法在第15层。于是诺尔一路打到了14层的迷宫。然而前往15层的迷宫分别为单人匹配赛和双人组合赛。诺尔看了一眼单人通道，不使用技能穿过非常危险的独木桥。诺尔犹豫了一下，去找了艾玛。艾玛听说后决定陪他一起，结果两人一进房间，那个双人赛道就被反锁了。难不成就是什么不做就不能出去的房间吗？然而房间内却钻出大量的小哥布林，这些家伙要求诺尔给他制作食物，还让艾玛学猪叫。诺尔当时给这些人做了，艾玛也照样学猪叫了。然而这群小哥布林吃完曲奇后却吐血而亡，原来诺尔早在饼干上加了毒素。解释的时候还面带笑容，我勒个豆，你才是面善心狠啊！之后艾玛也把这群家伙收拾了一顿。然而两人进入房间深处，没想到那里竟然也关着一个奥利薇，看起来就像是他本人一样。诺尔打开鉴定一看，发现是副本，看来是模仿奥利薇的情报为基础创造的副本，并表示要将奥利薇活着解放前路才能看清楚。他们两人只好把奥利薇的复制体放下来。这家伙一开始还想伪装奥利薇，但诺尔早就知道他是复制体，眼看暴露，复制体立刻发动攻击，并迅速重伤了艾玛。诺尔之后开着瞬移带着艾玛去见了奥利薇。艾玛乍一看奥利薇，下意识的就要反击。诺尔告诉艾玛眼前的奥利薇是真的，然后又把事情的经过告诉给奥利薇。两人询问奥利薇有没有弱点，这样他们也好去击败复制体。奥利薇觉得自己的复制体太过危险，两人不该这么做，但诺尔说他就是想帮奥利薇。
正是因为遇到奥利维，他的人生才得到改变，所以他也想把奥利维救出来。诺尔和艾玛决定去找奥利维的弱点，而诺尔回到家中，发现露娜和罗拉也在这里。两人以为诺尔缺了生命值，看了眼桌上摆放的三明治，于是一前一后夹击了诺尔，成功附魔3000点。之后，诺尔在前往图书馆调查关于奥利维的历史，发现奥利维在他们所在的这个城市曾经和圣女对战过，并且在苦战之后取得了胜利。而圣女据说拥有一个献祭技能，就连奥利维打起来都非常吃力。没想到，就在诺尔决定牺牲技能的时候，出门就看到了奥利维的复制体。复制体坦白了真相，原来奥利维不但被困在那里200年，甚至复制体会时不时的给他施加痛苦，这样才从奥利维身上榨取了情报。诺尔一怒之下献祭了几个技能，提升了攻击力，结果还是被复制体给重伤了。复制体提起武器就想砍死诺尔。此时奥利维也感知到诺尔的危险，他现在非常不希望诺尔遇到危险。原来早在200年前，奥利维就已经见过诺尔。当时的诺尔来到奥利维面前，祈求他成为自己的师傅，但是奥利维直接拒绝了。然而诺尔锲而不舍，一直拜托。奥利维好奇他为何如此执着。诺尔表示，他和死去的亲人约好了，要成为世界第一的冒险者，要让自己的名字响彻大陆。于是奥利维给了他一个机会，只要诺尔能碰到自己，就算他赢。诺尔一刀砍了过去，奥利维一跃而起，脚尖落在了武器上。不是，你这不就已经碰上了吗？奥利维说，诺尔这样的性格太容易被骗，不适合来做冒险者。但是诺尔一直不放弃，每天都跟在奥利维身边，并趁着这个机会向奥利维学习怪物的弱点。而奥利维被缠得心烦，倒也会给他讲2个弱点。诺尔一边学习一边练剑，时间久了，奥利维觉得当一次老师或许也不错。然而正当他产生这种念头的时候，却被常去的酒保告知他的弟子出事了。诺尔为了救一个被魔物袭击的女孩，舍身取义，被钢铁哥布林杀死了，这让奥利维非常后悔。如果自己当时好好教导诺尔并赋予技能的话，会不会这个孩子就不会死？可是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自那之后就是长达200年的孤独岁月，直到200年之后，他又一次看到了那个和少年很像的人。或许这个技能传承给诺尔只是自己的私欲，但这一次他实在不想后悔了，所以他希望诺尔能好好活下去。而就在复制体准备杀死诺尔的时候，艾玛他们也赶到了现场，包括雷拉在内的4人，大家或多或少都被诺尔帮助过，所以这一次他们也打算回来报恩。所以众人立刻和复制体在桥头上缠斗起来。不得不说，这波博人指导过的酣畅淋漓的战斗真的看得人眼花缭乱。艾玛他们接连负伤，露娜因为治疗而倒下。复制体笑眯眯地表示，现在又只剩诺尔一个人了。他立刻召唤出了火龙。诺尔本来就因为武器和电力而无法控制身体，他发现自己身上还被加了重力，但是诺尔拥有的技能复制体也都偷了过来。而诺尔本来就因为准男爵的身份一直卑微的活着，他从来都不觉得卑微是一件应该自卑的事儿，他只是想让奥利维从孤独中解放出来。所以除了奥利维给予诺尔的技能以及诺尔自带的大贤者之外，其他所有的技能都被诺尔献祭了。这一下确实让复制体有些惊讶，但是诺尔的武器还是没有砍穿盾。复制体非常生气，准备让诺尔付出代价。诺尔恐惧，但想起伙伴们的笑容，他不能在这里退缩，他必须要硬着头皮上。诺尔一刀下去，成功把复制体砍成了碎屑。这家伙表示他一定会诅咒诺尔。诺尔冷笑一声，你就尽管诅咒吧，反正我有解除诅咒的队友。而此时诺尔的 IP 只剩下200，不过恢复的另外2个妹子立刻扑了过来，一通操作下来又回到了10800。之后奥利维也成功的从地牢中解放。诺尔抱着奥利维哇哇大哭，两人都很高兴能够遇见对方，不然他们可能会永远无法改变自己的人生。然而生活还是在继续，奥利维决定带着诺尔去寻找献祭的技能，并告诉他这个迷宫一共有100层，只要诺尔能全部通关，就能变得和他一样强。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小白爆肝队4号机，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